昨夜除了南非德、琵琶女，应该还有第4个人来过。小薄荷说的没错，虽然临水阁在2楼，但是通过2侧的阳台仍然可以进入房间。根据我的判断，凶手身形应该比较小，应该和小薄荷差不多。由于当时王子已经熟睡，凶手从窗户潜入，想要偷取王子的红魂珠。岂料王子醒来，2人经过一番打斗，王子率先反击，最终凶手被王子逼到了墙角。可不知为何，凶手竟然在此处扭转战局，并且一招就击晕了王子。因为凶手是从窗户出去的，并不是从窗户进来的。鱼鳞奇怪，这鱼缸里的鱼从昨天开始就少了1条。少了1条，这鱼缸里明明有3条鲤鱼，现在却只剩下2条了。没事吧？这可是契约规定，主人受伤，你也同感。那要是我受伤呢？你受伤，小薄荷一点事儿没有。那凭什么这么不公平？你这么想让他受伤啊？办法嘛，也不是没有。只要主仆血祭，便可主仆同命。谁要跟他同命？还好有魂珠，我的恢复速度会快很多，不然我非宰了他不可。一个臭鱼，怎么威力这么大？他不是锦鲤，他应该是来自我们玉离星域边上的鱼星人，看起来和锦鲤是同一种族。他是看到了红魂珠才上来抢夺的。你确定？那当然了，年轻的时候我去过鱼星游历，不仅厨艺大有长进，而且对鱼星人了如指掌。要不然你以为我这一手炉火纯青的烤鱼技术哪儿来的？这东竹下手可真狠。少将军有令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你听谁的？少将军的。少将军听谁的？你的？没错，所以你也应该听我的。好像有那么点道理。那还不快点让开！哦。哎，波欧姐姐也在。原来你们2个这么熟啊！我这么帅气又多金，我想跟谁说跟谁说。你竟然也受伤了？难道这是主仆契约的一部分？你少自作多情。这是我调制的药膏，涂在伤口上啊，不会留疤的，比金疮药还管用呢。想不到波欧姐姐鱼考得好，还兼职当郎中，谢谢波欧姐姐。不客气，小薄荷。不客气，小薄荷。整份1000两，概不赊账。这么贵？少将军方才不还自诩多金吗？若风。哦，多谢少将军。请。多谢少将军。
手拿过来。干嘛？擦药。不错呀，终于有点做宠物的自觉了，知道服侍主人了。你干嘛站那么高？喜欢低头看你。喂，不是要擦药吗？来，好。臭猫，你不会温柔点啊？温柔。这个月赏金减半。凭什么？就凭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敲诈我1000两。你这叫贼喊捉贼！放这二老爷1等1的御医不请，你却找布偶姐姐来瞧病，到底是谁有事瞒着谁？嘿，你跟我待久了，你也变聪明了。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吧。东竹不是锦鲤。不是锦鲤，那他为何要夺魂珠啊？东竹只是被红魂珠所吸引，这是鱼星人独有的特征。如此说来，那锦鲤便隐匿在风月无边。锦鲤从红魂珠里面逃了出来，但是他遗失了红魂珠，他必须要靠吸食成年男子的能量来维持人形。你想想，男人又多，又靠近水的地方，能在哪？红魂珠？那为何不找公主借魂珠一用，让所有人碰触一遍魂珠，那锦鲤自然会化出原形了？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幸运，跟我签订了主仆契约？我是因为蓝魂珠，因为契约才能变身的。原来如此，那这锦鲤还是藏在风月无边里面。那今夜我们就去微服私访，一探究竟。你哪都不准去，给我坐下。本王子答应过你，会给你完整的红魂珠的。你给我坐下。你还想要再次受伤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契约你受伤，我也会受伤。今天皇上颁布了圣旨，要求我们3天之内交出凶手。交不出凶手，莫府上下700口人都会受到牵连。你就给我待在府中，哪里都不准去，别给我添麻烦。你说不让我去，我就不去。哼，为了哥哥，我偏要去。靠人不如靠己。何况我还能去求一个人。切